我们都听说过煤气灯操纵，但由于其微妙和阴险的性质，我们可能认识不到某些层面是煤气灯操纵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话题的原因。对于那些不知道煤气灯操纵到底是什么的人，好吧，想象一下，你对自己的记忆和对事件的描述本来很有信心，但后来有人出现了，开始让你怀疑自己和周围的事物，他们扭曲事实，否认你所知道的事实，或者直接否定你的感觉。话已至此，这支影片就来说说大家可能错过的几个令人惊讶的煤气灯操纵迹象。矛盾不断，有没有小伙伴曾经被听自己故事的人表示不同意？进一步还会说事情并不是那样发生。有些人可能会试图微妙的煤气灯操纵你，要么是为了抢风头，他们会说让我告诉你我是怎么记得的，要么是改变叙述，让自己看起来更有同情心，有时甚至可能不是故意的，比如他们只是有个非常自信或好辩的个性，但无论是否偶然，让某人不断反驳你，仍然是一种微妙的煤气灯操纵形式，可以让你怀疑你的记忆和感知。选择性记忆，想象一下，你正在和同事或同学讨论一个项目的计划，他们突然忘了你们昨天讨论过的事情，你向他们解释了发生的事情，但他们仍然坚持认为你错了，令人沮丧，对吧？煤气灯操纵者擅长选择性记忆，改写历史以符合他们的叙述，并会删除任何让他们不爽的事实，比如他们犯的错误，他们想要摆脱的所有承诺。淡化自己的感受，想象一下，你对某件事感到不安，找人倾诉，你得到的是蔑视而不是同情，说你反应过度了。煤气灯操纵者喜欢淡化别人的情绪，特别是如果他们是背后的原因，就会让对方觉得是对方在小题大做，被告知事情没那么严重，或者是自己太敏感。这已经是种狡猾的煤气灯操纵，因为对方忽略了你的想法或感知，比如做什么不好的事情，即使告诉他们这是个坏主意，他们也会间接的让你觉得你的想法或所说的是不重要的或错误的，这让你怀疑自己，觉得自己是在臆想。轻度冒犯，想象一下，当你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时，有人说作为一个女孩，你的数学或理科成绩相当不错，或者你在工作中受到表扬，结果另一个同事说对于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来说，你很聪明。如果你走在街上，一个人走过来对你说，哇，你穿这身衣服真大胆，这些小小的评论或行为可能看起来无害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真的会扰乱你的头脑，让你质疑自己的能力和选择。轻度冒犯，比如含沙射影的恭维和不加掩饰的侮辱，就像一种无声的煤气灯操纵，因为他们会削弱一个人的信心，让他怀疑自己的经历。这就像突然告诉你，你不符合他们对正常或可接受的看法，而实际上没有告诉你。当你试图指责他们不敏感的行为时，他们很可能会耸耸肩，然后说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或者你太敏感了。那么，小伙伴们在自己的人际关系中能认出这些行为模式吗？注意到有人有试图让你怀疑自己的其他警告信号吗？欢迎在下面评论区分享自己的见解。煤气灯操纵并不总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明显，它会悄悄进入我们的生活，让我们感到困惑、不安和彻底的沮丧。有时，甚至是煤气灯操纵者也会对他们自己造成伤害，但这并不能成为他们行为的借口。记住，每个人都应该被倾听、被尊重、被认可，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的直觉，永远不要忘记自己值得。想深入了解更多关于煤气灯操纵的知识，可以看看我们其他相关影片，比如煤气灯操纵别人会做的5件事，以及在煤气灯别人的5个迹象，即使你不是故意的。如果大家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，请点赞并分享给更多朋友，订阅我们的频道来表达你们的爱。感谢收看。